Andy 是个打工仔，在张妈妈设计的架构里面，提供王常委劳务、薪资与奖金等，没有任何共同经营或分红等约定。他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劳资关系，所以现在不是股东，不是劳工。也不是老公，只剩一个派遣工，真的太扯，完全一滴水都不给人家流的。当妈妈就是要坑死 Andy 老师，神之手，超懂玩。一开始经典的3董1监的格局，后来变成1董1监，把他的董事给取消了。抱歉，你阻止不了他，未达1/3，这绝对是高手，刚改就知道。然后最好笑的监察人叫张嘉宁。所以 Andy 再怎么生换佳宁啊，那怎么会回应呢？张妈妈100%设计好的，你20万的公司，你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要干嘛？关键有一个2/3条款，如果2/3股权决议，它是可以解除你的董事职位。精彩的就来了，你只占公司的25%，所以我本人和张嘉宁共同决议把你移除董事职位，净身出户，哇！超懂哎，我只能用恐怖2个字来形容张家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重量级200多万的频道，主打情侣之间好玩的事情。官宣分手之后，男生 Andy 老师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收到一封信件，我经营专辑 YouTube 频道将近10年了，这一刻我才知道。频道不属于我的，现在我要把创立始末跟粉丝交代清楚。2016 9月18日，我在 YouTube 亲自注册的频道，重量级 Crown， 亲自注册的哦，但是频道现在不是属于他。之后就开始跟嘉宁共同经营这个频道。嘉宁就是他那时候女朋友。支入变多，又同时维持频道更新，我们实在负荷不过来，所以2017 11月之前，我就把银行账本及个人硬件交给了嘉宁的母亲曾淑慧，以下我都会简称为张妈妈，来协助我们和厂商之间的金流核对，也就是要帮他跑银行啊。有跑过银行的都知道跑银行很麻烦。不过给了他管理很长一段时间后，业配收入开始变多了，就有税务问题需要处理，所以我再次委托了张妈妈，在2018年8月14号开立了群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那一些死北七姑就不要再乱讲话了。我这里从一个比较专业的税务角度跟大家讲解啊，我们虽然跟美国没有签订税务协定，所有 YouTuber 赚的都是美元，所以不要再说你赚红钱，不管你在全世界哪个地方 ，YouTube 是不能抖内人民币的。简单来讲是这样啊，所有的钱包括台币，通常会换成美元，从美国 Google 的总公司那边，他把钱打进你的7联账户上面，那这个部分没有税务问题，因为它都是在美国完税之后才打到你的账户上。那这里为什么他开始要办理公司呢？因为根据我国的税法，这一些在台湾所发生的业配，你就必须要报销。但一般业配它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公司行号你才能业配嘛，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用到台湾的发票，你就必须是一间公司或行号，那他们的量级依据税法来算，你公司是比较节税的。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团队公司化，所以我将最大的信任全部交给了他。但后来陆续发生了几件让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第一，股权分配。说实在的，在我21岁时，对经营一家公司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当时他给了我一份公司股份分配合约，我连什么是股权跟股份我都不清楚。这里很重要，股份跟股权指的是类似的事情，可是股权主要指的是你在公司所持有的占比，股份则是直接把股权给具现化之后它的一个份额，因为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所以你持有多少股权，除非它进行增资，否则的话，其实股权跟股份在这里差异并不大。到后来我才知道，股权分配是张妈妈，也就是曾淑慧占50%，张嘉宁占25%，我王崇瑞占25%，张爸爸也就是张国荣担任公司监察人。这个股权分配就非常的妙，理论上频道是他跟他女朋友所共同创立的，所以他的股权应该是他跟他女朋友1人1半。可是，在股权里面，张妈妈占了股权的50%，她占了20%，另外1/4是他前女友张嘉宁股权，这1/4相当的奇妙。最好玩的地方是，张爸爸还担任了公司的监察人，不过这里的监察人没有股权。妈妈当时跟我说，她会把公司负责管理好，要我不用担心，她会分配好，也会做财务规划，所以她提议要担任公司的负责人兼会计。光是这一点，他就做账把你做死了。以这个股份设置哦，然后你还把公司的会计交给董事长来做，相当于是你连分红都不要了，你只剩一下领薪水的份。这个就是经典的整碗端走代表，由超过50%的负责人来担任会计的时候，就是这样。这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有可能后面他们会新送针对他的税务来做，可是不见得法院有办法判他赢哦，因为他签了一些他自己也不明所以的约。另外，会计是由负责人的张妈妈来担任，那万一人家账做得非常漂亮，你没辙啊，除非你能举证人家的账是假账。如果他没有举证他的账是假账的话，那你怎么做呢？然
那微薄的奖金，2018年开始前7个月，他每个月只领3万元，7月到2024年10月，每个月只领5万。我的天哪，这有点太夸张了。九妹的说法，以他们200万订阅来说，一年要赚1000万起跳，他一年加一点奖金，满打满算给他算到75万，他相当于每年只从公司的盈利里面就获得了 0.75%， 这也实在是太夸张了嘛。再来，他都没有办法看公司的账目，一直保持着信任的态度。其实按照公司法，他是可以看账目的因为他本身是董事啊，所以当时如果他发法律存证信函要求要查账的话，让妈妈就会被一锅端。可是他相信了他理由的推脱，他没有孝心费，他爸妈就觉得很奇怪，你做了那么久的 YouTuber， 你应该可以自己买房子或买个车子也好吧。他就想说，那我开始来问问看，到底钱去哪里？他就委托他女朋友嘉宁跟他妈妈问了，结果每一次都没有结果，所以自始至终呢，他就想知道那钱到底去哪里了？这是问题当你把负责人跟会计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是看不到这个账。当然要看他们做的手法是怎么样。那什么时候结清呢？妈妈同样说法来处理了，但分手之后呢，一连串荒谬的事情。首先，重量级 crop 及重量级放生活的2个 YouTube 频道，以及有70几万粉丝的 Instagram，100多万粉丝的节操，我就再也登不进去了。10年化为乌有。第5，我被革除董事一职，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关键。2024年11月13日，年来第一次开股东会，张妈妈只跟我说，账目还在结清中，我依旧没有看到自己的账目。让我更傻眼的事情来了，张妈妈直接狠心的跟我说，你们既然已经分手了，你对公司没有贡献了，你只占公司的25%，所以我本人和张嘉宁共同决议把你移除董事职位。你知道吗？我当下真的非常难过。因为嘉宁在旁边完全没有说任何一句话，甚至当下张妈妈还要我签股权转让书。我只能用恐怖2个字来形容张家人，因为刚才那个手法娴熟的令人胆寒呐。首先跟大家报告根据公司法来说，我国目前有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但通常意义上来说，基本上只有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点跟世界很多国家都不一样。有限公司一般来说啦，它的操作比较直白暴力，没有所谓的股份问题，只有股权问题。占股权比每动一次股权就要到经济部或者到各县市政府的经济发展局进行相关的公司工商登记，没有当事人亲签或盖章，不能变动，你很难被退股。简单来讲，有限公司只要你死活不签字，抱歉，那个有限公司你是没办法被退股的。所以有限公司通常是亲戚一人公司，相当于独资公司常用，或者是少量合伙常用。那以他们家的情况来说，理论上只有 Andy 老师跟嘉宁2个人，他们成立有限公司就好了。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就很奇怪。不对啊，你这个不就是施设阴谋论吗？不，我跟你讲，细节就在这里。业务刚开始跑的时候，你设有限公司，可不可以日后转换成股份有限公司呢？可以的。所以一般不上市的公司不会特别去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当然你规模资本额做得很大的公司是需要的。问题就来了，我去查了他们家公司，当时他的资本额只有20万，你20万的公司，你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要干嘛？你没有必要，你知道吗？所以一开始就在算计他。股份有限公司关键有一个2/3条款，如果2/3股权决议，它是可以解除你的董事职位。那精彩不就来了吗？张妈妈占50%，张嘉宁占25%，我王崇瑞占25%，张爸爸担任公司监察人，你只占公司的25%，所以我本人和张嘉宁共同决议把你移除董事职位。啪，净身出户！哇操，那超懂他妈妈是真的懂公司法跟税法，熟门熟路啊，100%设计好的。更邪恶的来了，当妈妈她从设立开始就是要坑死 Andy 老师。股份有限公司它有个基础规定，要有3董1监的设立，也就3个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再遴选董事长，1监叫监察人。一开始他们的董监是经典的3董1监的格局，但是后来一点开，我忙了，股权没变变成1董1监呐。要知道1董1监的人那就很少了，这个哪怕是会计事务所做工商登记的也没几个人懂这个玩法。什么叫1董1监呢？就是我把董事会取消了，变成了只有董事长加监察人，可不可以？公司法修过之后可以，这绝对是高手，刚改就知道他把他的董事给取消了，但他的做法是透过变更方式。抱歉，你阻止不了他，因为你只有25%，未达1/3。所以王崇瑞必然会被踢出去董事会里面，你没办法介入公司的经营，神之手超懂玩。然后最好笑的监察人叫张嘉宁
你这频道当给洗幕啊！你自己是创立人张嘉宁，你做监察人，所以 Andy 再怎么深深唤嘉宁啊，为什么不回应？那怎么会回应呢？差点不会回应呢？这靠背真是太扯了一点吧！所以他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就准备要让他净身出户的。而且为什么是2024年的11月？因为董监事是有任期的，所以呢，他把任期更新的时候，顺便把你干掉了，就是这样，真的是够狠。今年2月10号，我终于委托林哲健律师发出了存证信函，希望张妈妈能够提供群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的账册。结果我得到了更晴天霹雳的答案，大家看，就是这张回函。第一，里面的内容清楚的写着，张妈妈说她是借用王崇瑞的名义，由王崇瑞帮她挂名为群海公司的股东，登记5000股，王崇瑞没有出资分文，群海公司之经营资本额等5000股由本人出资，实质利益人。哇，太恐怖了，这叫借名登记。我国的民法系统里面，借名登记是合法的，所以这股权登在王崇瑞名下，如果他当初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借名登记同意书或者是相关的证据的话，那更惨，他连股权都退掉。那为什么这里有股权呢？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他占股 25%， 他虽然可以把他从董事会里面给赶出去，把它改造成一董一监的股份有限公司，但这里有个关键，根据我国公司法规范，1%以上的占股你就可以查账，所以他现在就不让他查账。那如果他这边再被他主张过去不让他查账，抱歉，过去10年重量级所有赚的钱，那些盈余全部都归张家所有，这是合法的哦。当然你后面去诉讼，法官可能会依照实体原则或其他原则来定，但如果你有相关的书状证据的话，你可能官司是打不赢的哦。这不是股权转让书而已哦，这个叫做要求你归还股权登记书，不是股权。张妈妈主张更狠，股权是我的，我只是借股权给王崇瑞来登记，你只是把股份的名字还给我。哇靠，这已经不是什么杀鸡取卵，这个叫做无葬身之地，真的太扯，他妈的吃干抹净到这种程度啊，完全一滴水都不给人家流的啊。所以我说这个应该是密谋一角，而且他懂这些东西，代表这个张妈妈预谋非常的久。这里更狠。YouTube 频道重量级及重量级放生活生活频道有提供王崇瑞劳务薪资与奖金等，没有任何共同经营或分红等约定，等于说我只是个员工。在张妈妈设计的架构里面，王崇瑞他是替他自己的重量级频道打工啊，因为他这里写得很清楚，劳务支领薪资跟奖金，他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拥雇关系，没有提到劳资关系，没有提到聘雇关系，连公司的法定盈余分配都没有，所以现在不是股东，不是劳工，也不是老公，只剩一个临时工。如果真的是这样，哇，那他是连一滴卡路米都不给人家留欸。然后这更扯哦，我发这个函要求结清双方财务关系，说我这样是恐吓。恐吓取财之嫌，这就有点太过头了。当然我觉得对方应该是有准备一些法律文件，因为他都玩到连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漏洞他都知道怎么钻了，真的是很屌啊，吃人不苦骨头。有一点意思是对方为什么倒过来写呢？因为对方意思是说我所有的法律文件都齐备啊，你叫我现在要把钱吐出来，你不是恐吓是什么？他一定会这样主张。当然这个恐吓我是觉得是对方恐吓他多了啊。当他跟我说，如果我把公司机密或公司的财务状况说出去，我是可以告你。这个就比较偏向恐吓的内容。不过如果当初他签署的相关的文件里面有包含保密条款的话，对方依据保密条款来攻击 Andy 老师说泄露公司经营的机密的话，有没有可能成立？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当初到底 Andy 老师签了什么才是这整个案子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签了什么，只能说对方真的超级无敌夸张。当初开了重量级频道快2年，陆续有业配收入，我为何还需要你们出资来开公司呢？合理来说，是我跟你借你曾淑慧的名字来登记负责人吧？怎么现在全部倒过来了呢？你请你拿出证据来。这边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法律诉讼环节，因为本人不是完全学法律，我只能就实务经验跟大家做一点分享。简单来讲，他可以根据他的实务主张，其实这一系列都是在被通蒙拐骗的情况下所发生所进行的。那他当初根本不缺钱，不需要借名登记，所以那个股份是我实质持有。那关键当初他到底签了什么？如果他当初签了一些不对的条款的话，那可能证据就在人家那边，那我们不知道，因为对方不会马上泄露证据嘛，这个一定要走法院。走法院之后，对方如果把证据给丢出来的时候，那法官在书面证据前面，这就有的吵有的判。所以其实这里面相当的麻烦。